大家好，我是 Tony， 我现在在汐止拱北店。拱北店是汐止著名的赏枫景点，也是距离我家算是最近的赏枫景点。最近台北天气不好，所以今天不远游，就来汐止拱北店赏枫。拱北店的入口这边有一排石灯笼。我最近读到的资料有提到，拱北店的石灯笼是来自汐止神社。不过看了一下这石灯笼的石柱上面的刻字，并没有涂改过的痕迹。不过前面那边有一座石灯笼，我很确定它就是来自汐止神社。石灯笼就在前面这里。这个石灯笼的上下比例跟刚刚在拱北店入口看到的石灯笼明显是不一样。而奉献，这也是一般神社石灯笼常见的刻字。后面这里有很明显的被涂改过的痕迹。汐止神社的原址就位于现在汐止老街附近的忠顺庙，那里其实也还有一些石灯笼的遗迹。那为什么有一些石灯笼被移到拱北店呢？时间大约是在民国63年左右，因为在民国61年的时候，日本宣布跟台湾断交，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当时引起我们的政府非常的不满，所以内政部就在民国63年颁布了一条行政命令。这条行政命令非常长，我要看一下小抄才说得出来。清除台湾日据时代表现日本帝国主义优越感之殖民统治纪念遗迹要点。而具体的做法就是把一些日本时代一些建筑物刻有日本纪元，例如明治、大正、昭和这样的刻字全部涂抹掉。而日本神社因为具有高度的日本文化的色彩，当然也优先遭殃。原本已经改为忠顺庙的汐止神社原址，因为摆了很多日式石灯笼，为了避免敏感，所以就将一部分的石灯笼移到拱北店这里来了。我后面这一座石灯笼就是其中之一。石灯笼这里有一条石阶步道可以通往拱北店，不过我还是走正门上去好了。停车场这里就可以赏枫了。现在上午8点钟，其实我7点半就已经抵达拱北店了，但是因为这边正在除草，声音非常嘈杂，很难收音，所以我就在这边等了半个小时。那边还有一座石灯笼，我过去看一下。这是拱北店的参道，在没有新建车道以前，信众就是从这边上山。那边有2座石灯笼，下去看一下。我来过拱北店很多次了，不过这是第一次走这条参道。这一对石灯笼应该就是原汐止神社的石灯笼了。奉献、神灯，已经看不到任何其他的刻字了。更下面还有2座。神灯上面这边的刻字被挖掉了，这也是很明显的刻字被涂抹掉的痕迹。通往西湾路3段的这一段步道几乎已经荒废了，因为后来新建车道之后，大概就很少人走这条步道上山了。我就从这里折返，走回拱北店。爬上来了。
前面还有一对石灯笼，这石灯笼的造型比例很明显的跟日本时代细子神社石灯笼不太一样。这边的刻字也没有被抹去，所以这是国民政府时代的石灯笼。所以拱北殿入口左右的这6座石灯笼，应该不是日本时代细子神社的石灯笼，是后来新建的。三秀山拱北殿创建于1906年，当时的时代是明治39年。拱北殿的参道很有日式风味。这石灯笼也是后来新建的。彼岸桥，这边右侧的步道就通往我刚刚造访过的奉县那座石灯笼。这条步道我没走过，进来看一下。石灯笼就在下面那里。我就原路折返。拱北殿，现在看到的庙宇建筑是民国49年改建，民国55年完工。拱北殿又称细子仙公庙，是从木栅指南宫分灵而来的。因为这里居北，所以当时就命名为拱北殿。这里有老照片。拱北殿主事福佑帝君，就是知名的吕洞宾。我现在走往庙后方的环山步道，赏枫景点，满地的枫叶。前面有岔路。右岔路是绕大圈，这边是小环状路线。我今天是走小环状路线。很快就抵达环山步道最高点的凉亭了。这边上去是三秀山的基石，我今天就不上去了。凉亭旁的这里就有美丽的枫红。川流亭。如果是走大环状路线，就是从这边爬上来。两条路线在川流亭这边汇合。然后继续往下走，就可以回到拱北殿。
这是仙丹亭，再往下走就是著名的双拱桥赏枫景点。这里有一处观景平台。前面是双拱桥，双拱桥。今年双拱桥这里没什么枫红，不过枫叶不红不足惜。我主要还是来造访拱北殿的人文历史遗迹。继续前行。前面就是拱北殿了，所以如果只是要造访双拱桥，从这边走过来会比较方便。回到拱北殿的大殿了。这边的2幅壁画，听说是模仿大龙洞保安宫潘丽水大师的2幅作品。这是八仙闹东海，这幅作品是钟馗佳妹。廊道这里有拱北殿的石碑，只有这一块是旧碑。不过蛮特殊的是，这边刻着光绪33年。苏尔明是当时戏子的文人。戏子曾经很著名的战后苏措，就是他以前的豪宅。不过可惜后代子孙因为经营不善，后来就把房子卖给建商，现在变成东方红大厦了。虽然石碑看起来很自然，没有涂改过的痕迹，不过仔细看，这边有凹陷一小部分。所以是这一整块被刨掉。原本应该是写明治39年，所以这是魏碑。民国63年，为什么我们的政府要开始大量的清洗日本时代的统治遗迹呢？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对自己的政权没有信心。因为当时台湾刚退出联合国，接着日本又对台湾断交，所以当时的政府虽然喊出处变不惊，但是其实心里是惊得要命。对自己的政权及人民没有信心的时候，就会做出这些不理性的行为。就像日本时代初期，日本统治台湾很有信心，所以当时还成立了台湾风俗习惯的调查委员会，尊重台湾的民间信仰。不过到了日本时代晚期，进入战时体制的时候，对自己的政权没有信心的时候，就开始推行皇民化运动，其中有一些就是开始强迫台湾人改变宗教信仰，那就是对自己的政权没有信心，才会有这样的表现。像我现在身处于台湾最自由民主的时代，对我们的时代有信心，所以我就可以很自信的去回顾台湾历史上的各个政权留下来的历史遗迹。那只有一些对自己的时代没有信心的人，看到我在介绍日本时代的历史遗迹的时候，才会在那边酸来酸去的说：“哦，你好怀念日本殖民统治。”这是因为你对自己的时代没有信心，所以你才会很神经敏感的认为别人在介绍前朝的历史遗迹的时候，是怀念前朝，是对本朝不满，那你就错了。我能够这样介绍，就是因为我对当前的台湾非常有信心，所以
就算台湾到处都看得到明治、大正、昭和的刻字，对我来讲一点都不会觉得影响，也不会觉得刺耳，因为那就是确实存在的台湾史。你就算是刻意的把它涂抹掉、视而不见，它依旧是真真实实的历史，存在过于台湾的土地上。我回到拱北店的停车场了。今年拱北店的枫红普普而已，不过没有关系，我觉得台湾的历史比枫红好看多了。那我今天的拱北店之旅就到这边结束，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影片下方的文字资讯栏里面有本次西指拱北店旅行路线的 Google 地图网址连结，欢迎您点选网址，打开地图作为旅行的参考。